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过后，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伤心。我才刚刚入手这个东西，不到1个多月的时间，今天就在我手上被我摔破了。Hello， 你好，我是凯旋，欢迎收看凯星频道。刚才呢一开头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呢，其实呢这一个影片呢是讲到呢我的 Insta360 X3 就被我这样的疏忽玩法来去甩坏了。其实呢为什么会甩坏呢？刚才你看到那个画面呢，其实我是把这个 Insta360 呢是放在我的嘴巴的，因为呢其实这个 Insta360 里面呢，它的这个 Shot Lab 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玩法，就是把你的这个 Insta360 咬在你的嘴巴里面，然后过后呢，它就会拍出一个很搞笑的一个视角，就是让你看到你的头跟鼻子呢，它是叫 Nose Mode， 所以就看到你的鼻子大个，然后过后呢，你脸可能就像外星人，然后就在跑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来的。然后过后呢，因为呢，当时呢，其实我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小心的，但是呢，就是刚才你看到那个画面呢，就是我的女儿呢突然就跑得很快嘛，我就拿这个机会来去玩这个 Shot Lab 来去追我的女儿。那你知道呢，追到一半的时候呢，就嘴巴不稳嘛，就它就飞出来，我已经尝试要接了的，我它飞到最后还是弹开，然后过后就在地上的嘎这样子。然后我拿起来的时候呢，我这个 screen 呢本来呢是有这个 screen protector 的，就是我有买这个钢化膜，然后过后呢一拿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钢化膜呢是裂了的，然后过后我就把它钢化膜撕掉过后呢 screen 呢还是完好的，所以是多谢那个钢化膜，所以我的这个 screen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呢，我的这个镜片呢，就是它的这个360的镜片呢就裂了。你就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裂痕，不应该在这里看不到吧？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 Insta360 甩下来之后呢所造成的一个裂痕，然后过后呢是非常的深，因为你摸上去呢，你可以感觉到好像感觉呢这个玻璃呢就是有一个卡的感觉，然后过后呢我仔细再检查一下呢，看到呢其实呢这边呢也有一个白点，看到吗？有一个白色的点，所以呢这个应该也是甩下来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个伤害来的，所以呢真的非常的痛啊，这个Insta360 甩下来的感觉。其实呢今天呢拍这个影片呢，就是想要跟你们讲我的这个 Insta360 甩坏了，但是除了跟你们讲这个东西，我也是要跟你们说，我要把这个 Insta360 拿去修。但是呢就当天我就直接呢就找了这个 Insta360 的客户，跟他讲呢我这个 Insta360 就lens 刮花了啦，它有几个选项的，然后过后呢他就跟我说怎么样的情况，拍照给他看，他跟我讲我这个camera 的这个序号全部都提供给他，过后呢他就跟我说呢，我必须把这个 Insta360 寄回去给这个 Insta360 的总 service center， 就是亚洲的 service center 啦，然后过后呢就得到一个比较可怜的东西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Insta360 呢，虽然它推出在所有世界各地就是我们这里马来西亚、新加坡什么地方都有啦，台湾什么国家都有，但是呢应该是亚洲跟东南亚这个地方啦就只有香港这个地方有他的这个 service center， 然后过后呢我就联络他这个 service center， 然后过后他就叫我要寄回去这个香港，然后寄回去这个香港呢费用是我自己出，因为呢不是应该算是不能在warranty里面吧，因为它warranty不包括你把这个镜子甩坏，然后过后呢另外的就是寄回去这个费用你出，然后过后呢修理这个费用也是你出，然后修理这个费用呢他大概跟我说呢，一个这个镜子呢100多块美金，哇，
超级的贵，一个这样子的镜子就100多块美金了，所以呢是非常心痛的，等于马币可能现在是4点多5，应该是到5了吧，所以是差不多500多块一个镜子。然后过后呢，如果是真的修理2个镜子的话呢，可能这边就整1000块了。然后过后呢，只要你拿到这个service 的这个号码，他会给你一个号码，给了你这个号码，你就把这个号码输入进去一个官方的这个 service form 这样子啊，你输入进去了过后，你把你的序号打进去，他就会提供给你一个 email 跟你说你要寄回去这个地址，然后过后怎么样寄回去了过后，你用什么快递都可以啦，你寄回去了过后，然后过后把这个tracking number send 给他们，放在那个它有一个空格的啦，给你填进去之后呢，可能寄回去它就会开始修理好过后就寄回给你这样子类似的东西啦。但是呢，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寄回去嘛，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打包好，然后过后所有电池 memory card 而且都不用给他的，就是最轻便越好啦。然后他说最好就是有一个保护膜保护着它，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会套进去，然后过后再寄回去给他。所以呢，我打算应该会用这个顺丰来去寄，看一下看的会不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啦。当然呢，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要记录我把这个机器寄出去，然后过后呢再把它收回来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影片呢就会跟你说到底这个 Insta360 的这个 service 如何。所以这个影片还没有完，等它回来的那天看看呢到底呢途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当！等了2个星期的时间呢，今天早上我终于收回我的相机了。然后过后呢，这个相机呢，他们是用 DHL 来寄回给我的，就是这个 DHL 的快递啦。然后过后呢，其实呢，还没有打开之前呢，我先告诉你们，就是我这个大概一个流程啦，怎么样来去做这个 service 的，差不多用了5天的时间。没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寄到他们公司了。然后过后呢，在他们公司收到之后呢，他们就直接帮我 inspect 看一下看到底这个机器什么问题啊，里面可能有什么问题，他就 check 清楚了过后，他就会开一张单跟你讲这个 quotation 大概要多少钱来修一些重要的问题，就比如说我的这个 lens 花掉了嘛，所以这个 lens 呢是一定要修的，他就会默认这几个东西是一定要修的，就肯定是放进去了里面，然后过后没有得更改的。然后过后呢，他还说我的这个机身呢有一些刮花的痕迹，然后过后呢，那个呢就你可以选择性要换还是不要换，然后过后如果要换的话，你就打个勾去，然后过后呢，你就可以维修啦，一次过维修，然后过后当然是要加钱啦。然后过后呢，当你确定了之后，还钱之后，然后过后呢，他就会开始帮你维修。维修好过后，他只是用了1天的时间就直接帮我维修好，然后第2天呢，就直接把我的机器寄着回来。然后寄回来这个路途中呢，其实呢虽然啦它是用这个 DHL 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快递，然后过后也非常有保证的这个快递，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DHL 是非常出名的嘛，所以呢回到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Custom 呢就可能就怀疑啦，我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啦，觉得呢可能我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过后想要抽我的 tax， 然后过后呢 DHL 呢就跟我说被 Custom hold 着了，然后过后就需要我给他看一个证明，就是我买这个东西的这个证明的价格是多少。但是我就跟他说，我不是买，我是拿东西去维修，所以呢，其实呢不应该要 tax 我的，所以呢我就给他看那个维修的这个证据啦。然后 Custom 那边呢就 release 了我这个包裹，然后过后今天呢我就收到了，所以呢寄回来呢，包括这个 Custom 的这个 inspection 呢，就大概用了这个6天时间就收到了，所以呢修理寄过去再寄回来，差不多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呢就看一下看呢到底呢维修到怎么样。现在呢我们就直接打开它，然后看一下呢维修了过后是怎么样的啦。然后过后你可以看到呢 Open and Receive by Custom， 所以呢就是 Custom 有打开过我这个包裹，所以就变成了他是怕我说 DHL 打开的啦，其实是 Custom 打开的，所以呢这个 sticker 呢就是跟我说这个东西有被打开过啦，所以呢不知道 Custom 呢到底看了什么东西，然后过后有没有拿掉什么东西啦。然后里面呢还是一样 Receive and Open by Custom， 所以连这个盒子呢其实 Custom 也是有打开。所以呢为什么呢他会叫我给他看那个单据，因为他看到是一个相机嘛，哇这个相机一定很贵重的咯，他心想。所以呢本来他想要抽我的 tax 啦，但是没有想到呢我拿去维修的 OK。 所以呢有时候呢寄东西呢是真的记得要有单啦。哇这样可爱的，怎么这个包装跟新的一样？
是他们维修的这个SOP 来的嘛，整个东西是包着的，好像新的一样。难道他是寄新的给我，还是其实这个是他们的包装一样维修的包装方式哦？不怪得为什么那 custom 会跟我收这个问我买这个东西多少钱啦？如果是我是 custom， 我看到我都以为是我买东西哦。来，我们打开包装过后看一下，看呢到底里面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盒子呢，跟之前我开箱的时候，如果你们有看我的开箱，应该知道比较小个嘛。里面就有一台 Insta X3。哇，就跟我寄回去的那个裸机，就是没有电池的。然后过后整个呢，感觉上为什么这个 Insta X3 呢是感觉上它寄一台新的给我的感觉的？你看这个镜子呢，还有这个保护贴。然后过后呢，这两个 lens 呢也是有保护贴。感觉上呢，这个盒子呢就只是用来装这个 Insta X3 的，没有任何 accessory， 没有电池，什么都没有。然后过后呢，这里呢，你看还有一个袋子呢，这个就是我之前寄过去给他的。现在呢，我试下呢放电池，打开它，噔噔，我感觉上它是完全给我一台新的 X3 的感觉哦。没有任何的跌伤的痕迹，跟新的一样，保护膜，然后过后 lens 全部都保护着的。然后过后呢，这台 X3 呢，当然就是跟我之前开箱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感觉上就是我又有了一条新的 X3。然后过后呢，我这里呢就有放出这个 quotation 给你看啦。然后大概呢，这次呢就维修了的费用呢是200多块美金，所以呢，等同于就买回半价了。就是这家机器呢，是用了半价的价钱，差不多半价的价钱啦，来去买回这台机器，就是维修这台机器。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奉劝大家，如果呢你们有买这个 Insta360的相机呢，真的要非常保护这两个镜头，因为这两个镜头呢，就是这个相机的灵魂嘛。如果它坏掉了是整个相机就等同于是废了的啦，就没有什么用了的啦。所以呢，如果你不修的话呢，是这台相机也拍不出很好的效果，可能还是拍得到的，但是就拍不出很好的效果。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拍出很好的效果，你就一定要维修。所以只能跟你们说，记得要好好保护这两个镜头。然后过后呢，这个影片结束之前呢，我还要跟你们说，就是如果其实 Insta360 它是有这个Care 的这个 service， 就比如说是用来买 insurance 的，就是说如果呢真的你把这个相机掉进地上跌破了还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有买这个 insurance 呢，它是可以免费帮你维修的。所以这次呢我拍这个影片呢，大概就是跟你们说到底要送这个 X3 去维修，大概要怎么样的一个流程。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东西，如果你们可能也是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想要送去维修，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然后过后我会教你们到底我用什么方法来去维修。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个赞，然后记得分享订阅，然后过后呢也记得开启小铃铛，这样呢就可以接到我最新的消息啦。好啦，影片就到这里啦，拜拜。